你对 Comfy UI 的印象是什么呢？我的话，在我被逼着开始使用它之前，我对它的印象是这样的。说老实话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，就默默的把它又关掉了，感觉跟走错 KTV 包厢一样。但其实，这个强大的工具并没有想象中，或者说乍看上这么难以理解，反而是一个最佳的由浅入深学习 AI 图像生成的平台。不要被这个画面吓跑了，它其实也可以长这样。Comfy 是一个用功能模组和节点来编辑可视化流程的 AI 绘图使用者界面。它的优点除了本身精简轻巧、执行速度快、资源消耗低，还具有更加直观的使用方式、更加自由的自动化流程，以及更加方便的工作流程分享。白话一点来说，跑得快，能用更低的电脑资源跑图，可以看清楚完整的 pipeline 架构，随心所欲创造属于自己的生产流水线。透过在 Comfy 读取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，就可以得到生成这张图时的完整流程。但它还有一个更轻便的方式，就是工作流程的 JSON 档。这是一种超级轻巧的资料交换格式，在各种资料传输的领域中受到广泛应用。上支影片我们已经完成了安装，只要你可以顺利跑动，那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。接下来，想加深对运作逻辑理解的朋友，可以打开 Comfy 跟着我一起做。我们来拉一个基础的工作流程，也就是 workflow。如果你的画面不是空白的，点一下 Clear 就可以清空。我们先把想到的东西都叫出来摆在画面上。左键在空白处点2下就可以打开模组搜寻框。光看名字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都叫出来看看，不对再砍掉就好。滑鼠滚轮可以缩放画面。左键长按着模组方块可以拖动方块，长按着空白处可以拖动画面。按住 Shift 选中多个方块可以一起拖动，同时会让方块对齐背景的网格。有强迫症的朋友可以安心啦。这张是官方提供的快捷键表，就在 Comfy 的 GitHub 下面，或者是你从安装 Comfy 的资料夹里面找到 README 点开是同一份文件。现在回想一下，在你的认知中 AI 生成图像会需要输入哪些元素，设定哪些参数，经过哪些关卡。首先我会想到的是 prompt， 那我就不是打 prompt， 而是 text encode。但是除了正向提示之外，有时候还需要设反向提示嘛。我可以再重复一次刚才的动作，或是按着 Auto 拖一下这个框，它就可以直接复制。担心会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的话， Comfy 是可以改模组方块的颜色跟名字的。那我就改个常见的绿色跟红色区分一下。接下来还有什么是基础生成流程中必须要有的？我会想到模型。大模型，那大模型的英文是 checkpoint， 就用这个来搜寻。在 checkpoint loader 跟 loader simple 之间呢，我会选择用 simple， 因为现在要建构的是最简单的流程，所以我手上也没有 config 要放。有了模型跟提示词，下一步呢？想一下我们之前聊过的 diffusion model 生成原理，最重要的那个概念，整张图的基础是什么？杂讯吗？那么我们要给它一个初始杂讯，在这边不叫 noise， 它叫做 latent image，empty latent image。打开就可以看到熟悉的设定画布尺寸，还有一次算几张的栏位。下一个你会想到什么 ？Step、CFG、Guidance Scale、Seed 还是 Sampler？这些参数在 Comfy 里面都被整合在 KSampler 里面。这个方块之重要，你会看到点2下之后出现的列表，它预设就排在第一个。真正在进行降噪生成的并不是大模型，而是在这个区块中。大模型是作为一个被预先训练好的资料库，供 Sampler 来调用。
后面接线的时候呢，这个逻辑就会很清楚了。到这边，前端的输入跟终端的处理都打开了。下一步我应该需要一个 output 的方块来显示生成结果嘛？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之前在基础课一直被我略过的东西 ，decoder。有去看过李宏毅老师的课的话，就会知道，其实在整个生成过程中，杂讯是以人类读不懂的形态来存在的。你可以叫它向量，或者是中间产物，或者是 latent representation。总之，它是一个机器能够辨识，但对人类而言并不是视觉影像的形态。当这个中间产物经过前面所有流程后，就需要经过一个 decoder 来把它解码成为人类能够理解的视觉影像。那现在我们也有 decoder 了，最后一步就是加上 output。Comfy 里面你可以选择用 preview image 或者是 save image。Save 会自动把图片存到 output 资料夹里面。那 preview 呢，也可以在生成后右键选择储存，不选它就不会储存。接下来只要把这些方块连接起来，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问题是怎么接？现在的 Comfy 有帮你做基础防呆，大部分的节点都有颜色区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理辨为什么要这样接，因为这才是帮助你理解 AI 绘图工具运作逻辑的关键。在模组方块左侧的点是输入，右侧的点是输出。我们一样从头开始，首先是 prompt， 我们的文字需要经过文字编码器来转换成向量，那么就把大模型中的 clip 输入到 prompt 这边来，接着我们 encode 好的 prompt 输入到 sampler 里面去，把大模型和初始杂讯也一起送进去。开始 denoise 之前，记得看一下 sampler 这边的设定。Control after generate 就是在控制每次生成后 seed 要不要变动。说真的，我一直到用了 Comfy 之后，我才搞清楚，原来 sampler 跟 scheduler 是两个东西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同一个东西，只是它有两个名字。最后把降噪完的杂讯，也就是那个中间产物输入到 decoder 里。那我们用什么来 decode 它？用模型里面自带的 VAE 来 decode 也可以，或是你想另外读取一个 VAE 也可以，只是要拉出来增加一个 VAE loader 的方块。到这边最基础的工作流程就完成了。然后可能有特别聪明的朋友已经发现了，嘿，对，你点一下那个 load default， 它就会自动给你爬一个这样的基础流程。但是自己亲手拉一遍完整的流程图，才能确实把东西学进脑袋里，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跟着我前面说的一起做一遍。现在写个 prompt， 调整一下参数，测试看看你的流程图能不能顺利跑起来吧。最后又是分享实用小技巧的时间。这是我刚开始不是很介意，刷了一阵子之后才想起来应该要去改的东西。设定储存图档的资料夹跟档案名称。Comfy 存档的预设名称就只有写 Comfy UI， 如果你没有改，全部都会是这个开头，后面加个编号，久了很乱。那它的档名语法表在那个使用手册有说明，时间跟日期还蛮好懂的吧？那这边我就只解释一下关于其他数值要怎么放上档名。它的基本结构是左边写 node name， 中间一个点，右边写 widget name。首先你要开启 properties panel， 也就是属性面板，在方块上面按右键可以找到。那这个 node name 要写的是每个模组方块上面的这个标题。如果你没有改过它的名字，或是你读取的 workflow 的作者没有改过它的名字，那就必须把这整串包含空格都打上去，必须要一模一样才会成功显示。如果你觉得太长，或者是同时有2个以上的方块是同样的名字，那标题跟最下面的 node name for SNR 可以任选一个做修改。如果你改的是 SR 这个，是不会动到画面上方块的标题列。如果改标题的话，就是画面上的标题也会跟着改变，并且 SR 这个名称如果维持预设的话，写进语法是读取不到的，至少要变更过一次才会有效。这是我目前测试的结果。Widget name 则是参数的名称，一样需要打完整，底线也要打。每个语法只能指定一个方块内的一个参数，所以比方说如果你要写画布的长宽，就得分开写 latent 的长度跟 latent 的宽度。
只要没有设定成功呢，就会看到档名变成一大串语法 like this。我会写一些基本组合放在置顶留言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自己复制一下。Comfy UI 的起手前置可能有点麻烦，它的界面乍看之下有点吓人，但我真心建议大家用用看，真的好用，开得快，关得快，跑图也快，资源消耗少，你的电脑配备不用很顶，也比较不会在无线跑图的时候遇到记忆体不足的问题。开始接触 Comfy 之后，我是变得挺懒得开 SD 的，一方面是它 run 什么都比 Comfy 久一点，一方面是因为它之前莫名其妙给我坏掉。删掉重装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留 Checkpoint 跟 LoRa 那些当初宰了老半天的东西，现在也是有点不想面对啊。好的，那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使用心得，有问题也可以在下面提出来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感谢各位，拜。